爷爷去世那天，我第一次回到黄石村，说是老宅，其实我从来没住过。爸妈在我3岁时就带着我搬到了城里，逢年过节也极少回来。村里人对我的记忆大概只停留在老周家那个小孙子的模糊印象上。黄石村藏在浙西南的深山里，进村的公路弯弯绕绕将近3个小时，手机信号从半路就开始断断续续，到了村口干脆一格都不剩。爷爷的葬礼办得冷清，按照村里的规矩，头七之前家属要守灵3天，但父亲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，母亲的催促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最后父亲把我拉到一边，说他得先回去处理工作，让我留下办完后事再走，你爷爷就你一个孙子，你不送不合适。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，目光落在堂屋中间那口黑漆棺材上，停顿了几秒，然后转身拎起包就走了。我一个人留了下来。老宅是典型的南方老式木楼，2层青瓦白墙，木结构的梁柱上雕着模糊的花纹，看得出当年也曾气派过。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，一口老水井被厚木板盖着，上面压着块大石头。我试着挪了一下，纹丝不动。2楼的木板踩上去吱呀作响，声音在空旷的老宅里回荡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回应你的脚步。房间里的东西蒙着厚厚的灰，爷爷生前独居10年，母亲几乎没让他进过城。我父亲每年寄钱回来，但人很少回。逢年过节打个电话，爷爷低应几声，不到3分钟就挂了。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只记得小时候有一年他来过城里一次，给我带了一包山里摘的野柿子，涩的没法吃，后来就再没见过。整理遗物的时候，我在爷爷卧室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本牛皮封面的旧账簿，账簿被塞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，盒子锈得厉害，费了好大劲才打开。里面除了账簿，还有一小捆用红绳捆着的头发，一根生锈的铜针，以及几枚发黑的铜钱。说是账簿也不准确，前面的10几页确实记着一些粮油米面的买卖账目，笔记工整，账也算得明白，但从中间开始就不对了。纸张发黄变脆，字迹从工整变得潦草，像是一个人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下匆忙写下来的。有些字写到一半就划掉了，有些地方被墨迹阴得看不清。到了后半本，几乎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字，像是写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把一句话写完。我一页一页的翻，直到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手指突然僵住了。那一页只有一句话，字写得很大，几乎占满了整张纸，笔锋用力到把纸都划破了，第7根蜡烛熄了，它就不会走。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什么记账的暗号，反复看了几遍也没看懂，但那个他字让我莫名不舒服。如果是要记账，为什么要用它？正打算放下，忽然发现那句话的下面还有一行极小的字，小到我几乎以为是笔画晕开的墨迹，我得凑得很近才能辨认出来。那行小字写的是他已经拿了2个。拿了2个？拿了什么？还是拿了谁？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后背无端升起一阵凉意。窗外刚好刮过一阵风，把走廊尽头那扇没关好的木门吹得哐当一声撞在墙上。那声音又响又脆，在整栋老宅里回荡了好一会儿。我整个人猛地一哆嗦，差点把手里的账簿扔出去。谁？没有人回答。我喊了几声王婶，也没有回应。楼下传来脚步声，我心有余悸地合上账簿，走到2楼走廊往下看。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堂屋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白粥，正抬头看着我。煤油灯的光从她背后照过来，她的脸半明半暗，看不清表情。你是周家小孙子吧？我是对门的王婶，给你煮了碗粥。我松了口气，走下楼接过了碗。粥是温的，里面放了红糖和几颗红枣，在村里算是不错的待客之道。我道了声谢，王婶摆摆手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她站在堂屋里，目光落在我身后的供桌上。供桌上摆着爷爷的遗像，黑白照片里的老人面容清癯，眼睛很深，嘴角微微抿着，像是有话要说却说不出口。遗像前摆了3炷香，灰烬已经落了1香炉。你爷爷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没？我愣了一下，没，我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。
王婶沉默了很久，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，像是什么巨大的东西俯视着整间屋子。那他的话，你爸跟你说过没有？什么话？王婶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意味。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了句粥趁热喝，就转身走进了夜色里。他的脚步声在石子路上渐渐远去，最后消失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里。我端着那碗粥站在堂屋里，忽然觉得这栋老宅比刚才更安静了，安静的不正常，没有虫鸣，没有风声，连木头发出的那种自然的嘎吱声都没有了。世界像被谁按下了静音键，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和心跳。那天晚上我睡在爷爷的房间，供电不稳定，到了晚上10点准时断了电。我翻了半天，只找到半截蜡烛，点燃了放在床头柜上。蜡烛是白色的，很粗，像是办白事用的那种。蜡油一滴一滴地往下淌，在柜面上慢慢凝固，像某种缓慢的计时。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本账簿上的字，第7根蜡烛，拿了2个，那个，他，还有王婶欲言又止的表情。周家这栋老宅似乎藏着远比一个老人的离世更深的秘密。睡着之前，我瞥了一眼那根蜡烛，火苗在无风的房间里轻轻晃动，明明没有风，蜡焰却像是在躲避什么似的左右摇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半梦半醒之间，我隐约听到了一些声音，很轻，像是有人在地板上拖着什么重物走路。那声音从一开始的模糊逐渐变得清晰，最后近到仿佛就在门外。拖拖拖，节奏很慢，很均匀，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笃定。我想睁开眼睛，但身体完全动不了，眼皮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我拼命想动一动手指，却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压力把我整个人按在床上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但身体就像被浇筑进了石膏里，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。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很老，很干，像是从很深的地底下传上来的，不是通过空气传到我耳朵里的，更像是直接在我脑子里响起来的。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潮湿和腐朽的气息。2、3，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，那声音每数一声就离我近一步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地板的震动，每数一声，床脚就轻轻颤动一下。4、5、6，念到6的时候，声音停了。紧接着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贴着地面，一寸一寸地朝床沿滑过来，不是走路的脚步声，而是某种柔软、沉重的物体在地面上缓慢拖行的声音。然后，一阵阴冷的风从我颈边擦过，不是自然风，那风里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，像是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。床头柜上那半截蜡烛毫无预兆地灭了，不是被吹灭的，没有发出噗的声响，蜡焰就那么突然消失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一把掐掉了。黑暗在一瞬间变得无比浓稠，浓到几乎有了重量，压在我胸口，让我喘不上气。黑暗中，我听到一声极轻的叹息，就像有人贴着我的耳朵，在我的耳廓边缘缓缓地说：“还差一根。”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满身是汗，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，枕头湿了一大片，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。床头柜上那节蜡烛已经烧完了，只剩下一小滩凝固的蜡油，但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它还剩大半截，大概2/3的长度，一个晚上的功夫烧光了。我以为是做了噩梦，但拉开房门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从2楼走廊到我房间门口，每隔3步的距离，地板上有6个焦黑的印子，不是脚印，不是污渍，不是任何常见的东西能留下的痕迹。那是被烧过的痕迹，但不是明火烧出来的。木头表面没有碳化，只是留下了一个个规则的圆形的焦痕，像是有什么异常滚烫的东西在地板上停留过。我蹲下去摸了一下，是凉的。6个印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走廊里，从走廊尽头一直延伸到我的房门外，每2个印子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等，像是有人用尺子量过。然后在第7步的位置，也就是正好在我房间门槛前面，没有印子了，
但门槛上有一道深深的抓痕，5道，像是指甲。我猛地把门关上，后背靠在门板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右手手腕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圈淡淡的青紫色痕迹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攥过。我用左手搓了搓，不疼，但那痕迹怎么都搓不掉。打开手机想给父亲打电话，却发现一格信号都没有。不只是没有信号，手机屏幕上方的运营商标志都消失了，像是我的手机突然变成了一块废铁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王婶的声音从堂屋传上来：“小周，你醒了没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拉开门走了下去。门一开，走廊里那6个焦黑的印子又出现在眼前，他们还在大白天的阳光下，他们还是那么清晰。不是我的幻觉。王婶正在堂屋里摆早饭，1碗白粥，1碟腌萝卜，2个煮鸡蛋。她看到我脸色不对，问了一句怎么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该不该告诉她，但不说的话，我一个在这深山老村里连问的人都没有。王婶，我爷爷是不是跟村里什么人有过节？王婶放碗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她手里那只碗在桌沿悬了半秒才放下去，怎么这么问？我把那本账簿翻到了最后一页，只给她看那句话。王婶的脸色在看到那几个字的一瞬间就变了，像是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，她几乎是立刻别过头去，像是多看一眼都会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她的手微微发抖，扶住了桌沿。你爸没告诉你？告诉我什么？王婶沉默了很久，她坐下来，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，目光落在门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拍了拍身旁的凳子，让我坐下。你爷爷生前跟村里的周老三打过一架，打得很凶，从屋里打到屋外，从院子里打到水田里。你爷爷的右手被砍了一刀，到现在还有一道很深的疤。周老三后来就死了。周老三是谁？你爷爷的亲弟弟，按辈分你得叫他三爷爷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亲弟弟，那是我爷爷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弟弟。我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账簿。为什么要打起来？王婶的眼神闪了闪，压低了声音，她像是怕隔墙有耳，不由自主地往我这边凑了凑，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因为你奶奶，你爷爷和你三爷爷都相中了你奶奶，那时候你奶奶是10里8乡出了名的美人，2兄弟为了她争了很久，后来你爷爷抢先一步下了聘礼，你奶奶就嫁给了你爷爷。但周老三一直没死心，逢人就说你奶奶本该是他的。结了婚之后，周老三还是3天2头往你爷爷家跑，后来有一次你爷爷回来撞见了不该撞见的事，2兄弟当场就打了起来。你爷爷拿起菜刀砍了周老三一下，没砍死，但周老三回去之后不到1个月就得病死了。外头说是病死的，但村里老人都知道那是气死的，也是吓死的。我沉默了，王婶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要不要继续说下去，最后还是一咬牙说了。周老三死前放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早晚会回来讨债，要把你爷爷身边最亲的人一个一个地带走。当时村里人都觉得那是临死的人说的胡话，谁也没当真。后来呢？王婶的嘴唇紧闭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后来你小姑就死了。最亲的人，我喃喃重复着这句话，忽然想起了账簿上那行小字，他已经拿了2个。我猛地站了起来。我爷爷有3个孩子，我父亲、二叔，还有一个小姑，但我从没见过小姑，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她，这很不正常。王婶，我小姑她是怎么死的？王婶没有回答我，她只是看着我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她的眼神很复杂，有害怕，有犹豫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愧疚。最终她吐出了一句让我整个人如坠冰窖的话：你小姑死的那天正好是你三爷爷的头七。头七，人死后的第7天，据说鬼魂会在这一天回到自己生前居住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。而在那个日子里，一个3岁的小女孩死在了自己的床上。你奶奶说，那天晚上她听到了有人在窗外唱儿歌。什么儿歌？
王婶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门前有个胖娃娃，门外来了个瘦阿婆。瘦阿婆背着手，一只灯笼，两只狗，走一家，数一数，数到第7家就不走。我浑身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全冒了出来。这首儿歌的调子、句式、用词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数到第7家就不走了。我下意识想到爷爷账簿上的那句话：第7根蜡烛熄了，他就不会走。你奶奶第2天一早发现的你小姑，脸上盖着一张黄纸，人已经断了气，床头柜上放着7根蜡烛，灭了1根。王婶说完这句话，沉默了。她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话说出口，整个人看上去比刚才老了10岁。不对，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是灭了2根。王婶愣了一瞬，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的神色从困惑变成了恐惧。那张脸上仅存的血色在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你说什么？是灭了2根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在发抖，但我控制不住。爷爷的账簿上写的，他已经拿了2个。王婶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坐在了凳子上，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：你二叔。我二叔怎么了？我二叔常年在外打工，我1年也见不到他1次，最近一次见他是3年前的春节，他回来待了3天就走了。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家，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。你二叔去年也没了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颅腔里炸开了。怎么没的？什么时候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你爸不让说。王婶的声音已经近乎耳语了。你二叔是在外地工地上出的事，说是半夜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，5层楼的高度，当场就不行了。但工地上的人说，那天晚上根本没有人叫他上工，他是自己半夜爬起来，一个人走上脚手架的。法医验过，没有喝酒，没有吸毒，就是自己走上去的。自己走上去的，一个正常的、清醒的、没有受到任何外力胁迫的人，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一个人摸到工地上，爬上5层楼高的脚手架，然后跳下来。法医还在他手心里发现了一张黄纸。王婶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跟他姐死的时候脸上盖的那张一模一样。我想到了什么，掀开自己的袖子，在我的右手手臂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焦黑的指印。5个手指的轮廓清晰可见，每一根指节都像被烙铁烫过一样深，像是被什么人死死攥过。那是一只很小很小的手，最多不过3、4岁孩童的大小。王婶看到了，整个人猛地向后一缩，凳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刮擦声，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煞白来形容了，那是一种近乎死灰的颜色，嘴唇发紫，瞳孔急剧收缩。他来了，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他已经找上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你说的他到底是什么？王婶没有回答我，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手臂上那个焦黑的指印，嘴一张一合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发不出声音。过了很久，她才终于挤出了一句断断续续的话：去看看你爷爷在床板底下钉着的东西。我拿着手电筒回到爷爷的房间，大白天的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但那个房间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阴冷的，像是一个巨大的冰箱。我跪在地上，把头探到床底下，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切开一道白色的扇面。床底下很干净，干净的不正常，整栋老宅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灰，唯独这张床底下，地面光洁如新，像是有人经常趴在这里擦拭。我伸手敲了敲床板，中空的，木板下面有东西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床垫掀开，老式的棕绷床垫很重，上面还铺着被褥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全部掀到一边，露出了下面粗糙的松木床板。床板上有7颗钉子，钉子很新，看得出是最近才钉上去的，但钉子的排列方式让我背脊发凉，那不是均匀分布的，而是围成了一个圆圈。7颗钉子围成一个直径大约20厘米的圆，在圆的正中心，床板上刻着什么东西。我用螺丝刀把钉子一颗一颗的撬开，每撬一颗，木头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声，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。撬到第7颗的时候，
我停了下来。第7颗钉子钉得比前面6颗都深，螺丝刀刚碰上去，整张床板忽然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床板下面狠狠地撞了一下。我被震得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脏狂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那是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老房子、老床板、木材受潮变形产生的应力释放，但我的手还是在抖。我咬着牙，把螺丝刀卡进第7颗钉子的缝隙里，用力一撬，钉子飞了出来，整块床板发出一声闷响，从中间裂开了一条缝。裂缝沿着那些钉子围成的圆圈走了一圈，然后整块圆形的木板塌了下去，下面是一个洞，洞口不大，刚好够一只成年人手臂伸进去，洞里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有多深。一股浓烈的樟脑味和干枯草木的气味从洞口涌出来，我拿手电筒照了照，洞不深，大约30-40厘米，底部放着一样东西。我伸手进去摸，手指触到了一样冰冷的光滑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是一块木牌。木牌大约巴掌大小，表面被摩挲得非常光滑，看得出被人反复触摸过很多很多年，上面刻着7个名字，不是刻上去的，是用刀尖一笔一划的，像是用很大的力气刻进去的。每个字的笔画都深得几乎要穿透木牌，最上面的3个名字被人用墨汁涂掉了，但依稀还能辨认出轮廓。我认出了第1个名字周有才，那是我爷爷的名字。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，我颤抖着继续往下看。第2个名字被涂掉的痕迹最重，墨汁几乎把木刻的凹槽填平了，但旁边挨着的一个名字我能看清，那是父亲的名字。再往下，我看到了二叔的名字。二叔的名字没有用墨涂掉，但他旁边刻着一个很小的正字，差最后一笔就画完了，就像记账。我疯狂地往下看，剩下的几个名字里，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名字，周远，我的名字。他旁边也刻着一个正字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画了2笔。我拿着那块木牌跪在床前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7个名字，我爷爷、我爸、我二叔、我小姑、我，还有另外2个我不认识的名字，应该是堂叔伯或者更远的亲戚。而刻在名字旁边的那些正字，像是某种计数。我小姑的名字旁边，那个正字完整的写完了。我二叔的名字旁边，正字也写完了，只是墨迹还没干透。我爷爷的名字旁边，那个正字没有写完，只写了1横，他到死都没被画满，那还差1个人。我再次看向那个被涂掉的第3个名字，虽然墨迹很重，但我能辨认出来，那是一个女名，周秀莲。我不认识这个名字，但7个名字按辈分和关系排列，很可能是爷爷、奶奶、我爸、二叔、小姑、我，还有这个我不认识的人等等。奶奶，我爷爷的妻子，我爸的母亲，她是怎么死的？我跑下楼，一把抓住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的王婶，把木牌举到他面前。这上面的人名是谁？王婶看到木牌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，手里的衣服掉在了地上。你找到了，第3个人名是谁？周秀莲。王婶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，然后她缓缓地说了3个字，让我从头凉到脚。那是你奶奶，可我奶奶，你奶奶也没了。王婶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你爷爷先走的，你奶奶后走的，前后就差3天。但他的名字被涂掉了，那是他自己涂的。我愣住了。你奶奶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要烧7根蜡烛，1根都不能少，第7根不能灭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小姑死的时候，床头柜上放着7根蜡烛，灭了1根。你二叔出事之后，你爷爷在工棚里也发现了7根蜡烛，灭了2根，这不是巧合。你爷爷这辈子都在防着这件事，他钉床板、埋木牌、写账簿，都是想护住剩下的人，但现在他也走了，你是他最后一个能护的人。王婶说完这些话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她靠在院子里的枣树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最后一个，我抓住了她的字眼，不是说7个名字吗？还差1个。如果那正字是在数被拿走的人，那我爷爷奶奶各算1个，小姑1个，二叔1个，这才4个。为什么账上说已经拿了2个？为什么木牌上画满的只有小姑和二叔？
王婶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，周老三回来的那天，正好是你三爷爷自己的头七，他自己也算一个。你爷爷的那个账本写的他已经拿了2个，说的是活人，但你奶奶她是自己把自己屠掉的，她把三爷爷的债引到了自己身上，替你爷爷挡了一刀，所以账本上不记他。那还有一个是谁？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院子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很大很大，吹得枣树的叶子哗啦啦作响，连晾衣绳上的衣服都飞了起来，风里夹带着一股潮湿的腐朽的气味。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很远又很近，像是从山的那一头传过来的，又像是从院子里那口老井的井底浮上来的。那是一个小女孩的笑声，清脆的，天真的，3岁孩童的笑声，嘻嘻。王婶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，然后笑声变成了歌声。门前有个胖娃娃，门外来了个瘦阿婆，瘦阿婆背着手，一只灯笼，2只狗，走一家数一数，数到第7家就不走。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，我看到院子里那口被石头和木板严严实实盖住的老井，所有的木板同时崩断了，石头滚落在地，井口里涌出一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。我往井里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后悔了。井很深，但不是那种能看到水的深，井底是一片无尽的黑暗，而在那片黑暗的正中央，悠悠地亮着一团昏黄的光，是一只灯笼，一只纸糊的白皮灯笼，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钿字，灯笼下面伸出一只手，枯瘦的灰白色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皲裂的手，那只手的手指上勾着一只小小的焦黑的东西，像是一节烧过的蜡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节。我猛地抬头，井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排脚印，湿漉漉的沾着泥浆的脚印从井口开始，一路延伸到堂屋的台阶上，穿过门槛，消失在堂屋深处。而在那排脚印的最后，在我身后的地面上多了一双脚印，不是我的，是一双很小的赤裸的沾满泥巴的孩童脚印，就紧贴在我脚跟后面。我死死地盯着那双脚印，浑身的血像是凝固了一样，我不敢回头，但我的脖子已经不听使唤了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卡住了我的后颈，一点一点的，一寸一寸的把我的头往左边扭。我先看到了自己的肩膀，然后是我身后的地面，再然后什么都没有。但我听到了呼吸声，不是我的，很近，就在我耳边，那呼吸又湿又冷，带着一股泥土和腐烂木头的味道。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，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，是直接响在我脑子里的，很轻很细，像是个小女孩贴在你耳朵边说的悄悄话。你是第7个呀。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回屋里的了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堂屋的门从里面用门栓插死，把所有的窗户全部关上，自己蜷缩在供桌底下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供桌上，爷爷的遗像安静地立在香炉后面，嘴角那微微的弧度在昏暗中看起来不像笑，更像是有话没说完。王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，我甚至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来过，但如果她没来过，那些话是谁告诉我的？那首儿歌是谁唱的？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我爷爷的账本拿了2个，不是3个，加他和我奶奶的话算4个，但账本上准确地说拿了2个活人，小姑、二叔，下一个是谁？木牌上的正字，我小姑的写满了，我二叔的也写满了，我的名字旁边那个正字已经画了2笔，他已经找上我了。手臂上那个焦黑的指印还在，我试着用水洗，用肥皂搓，甚至用指甲抠，它就像是长在皮肤里的一样，抠不掉，搓不掉，连颜色都不褪半分。我放弃的时候，才注意到那个指印的位置正好对着我的脉搏。我重新翻开那本账簿，这一次我从头开始看，前面的账目都是一些正常的买卖，糯米3斤，猪肉1斤，柴火1担。但翻到后面，我看到了一页被撕掉后又重新贴回去的纸，用米糊粘回去的，纸张皱巴巴的，
上面的字迹是用红色墨水写的，第3根蜡烛不该灭的。那天我去镇上赶集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进门看到堂屋里点着7根白蜡烛，我婆娘跪在地上烧纸。我说你烧的什么？她说是给老三烧的，今天是他忌日。我说忌日关我们什么事？老三死也是他自己做的。我从他手里把纸夺过来，发现他烧的不是纸钱，是纸人，很小很小的纸人，每个上面都写着一个名字。他烧了7个。我说你疯了。他抬头看着我说，老三说了，要是不烧他就自己来拿。我说放屁，他死都死了，拿什么拿？我婆娘没再说话。但那天晚上第3根蜡烛灭了，我知道不是风，门窗都关着。那根蜡烛的蜡芯像是被什么东西掐断了，整整齐齐地断在了蜡油里。第二天一早我去看他，他已经没了，脸色乌青，嘴唇发紫，像是被活活掐死的。床头柜上那7根蜡烛灭了4根，不对，是灭了5根。因为后来小林也没了。小林，那是我小姑的名字。我第一次知道她叫什么。那页纸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后面的字迹变得比前面更潦草，像是写这段话的人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。我翻到下一页，看到了一行大字，他不要纸钱，他要命。这行字下面是一段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辨认出来。我去找了隔壁村的王婆子，她是方圆百里唯一懂这个的人。她说老三临死前找过一个邪师，那个邪师给他布了一个局，7家7命。王婆子说，老三在死之前把自己的一缕头发、一缕指甲、一滴血埋在了我家堂屋的东南角，这叫生根。然后他在死前用最后的力气诅咒，一个换一个，把他的命还给他家的人都得死。但他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诅咒走的不是常规的路，他需要一个中介，那个中介就是第7根蜡烛。王婆子说，只要第7根蜡烛不灭，他就进不来，但只要灭了，他就找上你了。你每天晚上会被点数，数到7就不只是点数了。王婆子给了我一块木牌，写了7个名字。她说，这是方圆百里最烈的镇物，能镇住这股怨气7749年。49年之后呢？王婆子没说话。我合上账簿，靠在供桌腿上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49年。我爷爷今年72岁，他23岁那年和周老三结的仇。小姑死的时候是24年前，49年减去24年是25年，不对，我爷爷今年72，我24岁，爷爷23岁结仇的话，小姑是在他大概48岁的时候死的，也就是24年前。24年前挖了木牌，写了7个名字，镇住49年。49年后，也就是现在，今年刚好满49年。操！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。祖父用了49年的时间来保护我们，但时间到了，49年的期限一到，那个中介，那个需要用蜡烛来阻止的东西又回来了。等一下，如果第7根蜡烛不灭是阻止他的关键，那爷爷留下的那句第7根蜡烛熄了，他就不会走，那不是警告，那是在说他失败之后会发生什么。第7根蜡烛他已经熄了，就在爷爷去世的那个晚上，不，也许更早。我低头看了看手臂上那个焦黑的指印，3岁孩童的手印。周老三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孩子，但那大小，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那念头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小姑死的时候3岁，那个焦黑的手印是3岁孩童的大小。他拿走的人不是周老三亲自回来索命，而是他操纵死者的灵魂。我小姑死了，他就借用我小姑的形态出现，因为这样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备。3岁的小孩不会有人防备的，引诱你，等到你放松警惕的那一刻就下手。我还在想这些的时候，头顶的灯泡忽然剧烈的闪烁了几下，然后灭了，整个堂屋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我立刻掏出手机照明，微弱的屏幕光根本照不亮这个巨大的空间，只能让我勉强看到自己跟前的一小片地面。我低下头，地面上多了一行字，不是写上去的，是刻进地砖里的，像是有什么极其锋利的东西在地面上慢慢的划出来的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小孩子的手笔，
天黑了，然后是一阵脚步声从2楼传来，咚咚咚，缓慢的、有节奏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光着脚在木地板上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每一步都踩在那些焦黑的印子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脚步声停在了楼梯口。我死死地盯着堂屋通往2楼的楼梯口，黑暗中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能感觉到楼梯口站着什么东西，它正在看着我。黑暗中，一个极轻极细的声音传了下来，像是某种古老的、干涩的、不属于生者世界的吟唱，在空旷的老宅里回荡。门前有个胖娃娃，门外来了个瘦阿婆。我不自觉地跟着那个调子在脑子里补完了下一句：瘦阿婆背着手，一只灯笼2只狗，走一家数一数，数到第7家，楼梯上传来第一个吱呀声，她下来了，就不走。第2个吱呀声，我猛地站起来，抓起供桌上那根没用完的蜡烛，用打火机疯狂地点火，手指在抖，打火机划了好几次才打出火苗，蜡烛亮了，脚步声停了。黑暗中的那个东西停在了楼梯的拐角处，我没有看到它，但我就是知道它正在看着我手里的蜡烛，那簇微弱的、摇摇欲坠的火苗。我盯着蜡烛，火苗在无风中左右摇晃，蜡油一滴一滴地淌下来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这根蜡烛是第7根，前面6根都烧完了。每次他来的时候，点的蜡烛都会加速烧完。如果这根蜡烛在我数到7之前就烧完了，那我就是第7个。我环顾四周，堂屋东南角，东南角。我猛地扑到东南角的墙根下，用手疯狂地刨地砖，指甲断了，流血了，但我顾不上疼，一块地砖被我撬开了，下面的泥土是松的。我继续往下挖，大概挖了20厘米深，手指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。我把它捞出来，是一个布包，里面包着一缕干枯的头发，一小截指甲和一撮黑褐色的粉末，那是干透的血，周老三的生根之物。我把布包往蜡烛上一凑，火苗猛地蹿起半米高，像是被泼了油一样。同时，楼梯上传出一声尖锐的，不像是人能发出来的惨叫，那声音凄厉的像是一把刀子直接插进了耳膜，整栋老宅都在那声惨叫中震颤，墙皮簌簌地往下掉。然后一切都安静了，蜡烛恢复了正常的火苗。楼梯口那个方向再没有任何声音。我拿着蜡烛，浑身瘫软地瘫坐在墙角，手还在抖，蜡烛的火苗也跟着晃，但我不敢让它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信号恢复了。屏幕上显示凌晨4点45分，东方的天空正泛起鱼肚白，蜡泪在我面前凝固成一滩白色的蜡油。这根蜡烛第7根还剩不到1厘米，它差点就烧完了。我盯着窗外出神。天亮了，村子醒了，公鸡开始打鸣。那个东西天亮之前应该不会再来了，但明天晚上呢？明天晚上呢？这根蜡烛总会有烧完的那一天。我把布包里的东西小心地收好，用铁盒子装起来，压在供桌上爷爷的遗像下面。然后我拿起手机，翻到了父亲的号码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接通了。爸，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？我停顿了2秒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你问，当年三爷爷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电话那头沉默了，那个沉默长到我怀疑他是不是挂了电话。然后我父亲说出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句话：你三爷爷的墓是空的，棺材里什么都没有，他根本没有被埋进去。